这一集我们来聊聊影片剪接。剪接其实在影片的制作过程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。简单来说，影片剪接就是让这些片段言之有物。影片的剪接手法其实有很多种方式，但我最常使用的都是以下这4招。希望看完这支影片的你，将这4种剪接手法学起来后，让你的影片说故事的流畅度提升到另一个层次。首先，最直接的手法就是 Standard Cut， 通过不同的取景角度和镜头的焦段去记录同样的一个场景，然后将这几个片段摆放在一起，提供观众不同的视角。这是一个最标准也是最保险的剪接手法，让剪接师有更多的剪接的选择。通常这样的连续画面，我会运用2到3个片段拼凑在一起，之后才转到下一个场景。这当中其实不太需要很多的花俏。再来就是我影片里面最常使用的 Jump Cut。Jump Cut 可以加速故事的描绘，长话短说，将一个长的片段剪切成一个快速跳跃的连续画面，让画面变得很有趣，可是又不失完整性。很多时候我们要在一个有限的时间里面交代一个较长的篇幅，也可以用这样子的剪接手法去快速带过那些画面。通常我的影片故事主线，我们称它为 A roll， 都是以对着镜头说话的画面为主。我会常用 Jump Cut 的方式来掩饰我口条不好的问题。我是一个长期在幕后工作的人，其实口条有待加强，所以我会用 Jump Cut 的方式把那些赘词、中断，甚至是一些错漏的词句剪掉，然后再将这些片段拼凑在一起，让观众以为我说话很流畅。其实这一切都是靠剪接来完成的。如果你喜欢我制作的内容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以持续关注我的内容更新。许多的 YouTuber 大量的使用 Jump Cut， 反而养成观众的另外一种观赏的思维。好或不好其实见仁见智，但过分使用的话，那会造成影片的流畅度看起来非常的突兀。所以我会使用 Cutaway 来掩饰那些突兀感。所谓的 Cutaway 就是加入一些主线镜头以外的画面，更多的是在提供观众故事主线相关的一些周边环境，在主线的故事进行当中适时的加入其中的话，这样可以让观众更了解故事的背景。这些片段其实就是我们指的 B-roll， 原本指的就是主线镜头以外的另一个角度的辅助画面，但是在 YouTube 的创作里面 B-roll 有了更广义的诠释。刚才的录影必须要中断，是因为约了一位客户商讨一个新的拍摄案子，所以我提早了半个小时出门，是为了要避免路上的交通阻塞。第4种常用的手法就是 J-Cut， 简单来说就是让下一个场景的声音提前播放，然后先让听觉的感官提前接收讯息，用声音的方式带领观众进入下一个场景。虽然这种手法观众未必能够明显留意到，但通过 J-Cut 的方式，先打开观众的一个感官，先让观众对下一个即将发生的事情有所期待，有所好奇。如果你愿意花一点时间去做这个细微的调整的话，那你的影片更具有观赏性，观众更加能够投入其中。希望这次的分享能够让你在影片剪接的学习过程中有所帮助。在每次拍摄影片之前，建议你先把脚本写下来，然后再列出你的故事的分镜，那你在拍摄影片的过程当中会比较顺利一点。影片的剪接手法当然不只有这4种，在你掌握了一个基本的剪接的技巧之后，我鼓励你去多尝试更有创意的剪接手法。也欢迎你在影片的下面留言继续交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。